Hello， 大家好，我是瓜肉，欢迎来到绝地训练营。在暑假期间，官方提供了新手与高手玩家的训练篇，不知道各位求生者有没有看过呢？那在这部影片中会介绍职业电竞，如果你想成为职业选手，那就必须知道的更多。一样继续看下去咯。今天主要会讲到的内容就是职业电竞。在制作影片前，我也跟现役与退役的职业选手进行过讨论，也大致统整了在进入电竞队伍训练时必须要具备的能力：1. 枪法，2. 身法，3. 手雷准度，4. 稳定度，5. 基本地图观，6. 基本术语与报位。在讲到枪法与身法前，先跟各位提到的是枪线。枪线的概念可以说是提供火力的位置，即是在定点与移动的过程中对敌人进行的攻击位置。那我们俗称的拉枪线就是离开掩体去吸引对方的枪线与火力集中位置，使敌人的火力集中位置或 crossfire 能够转移注意力，达到火力分散的目的。1. 枪法。我们所说的枪法，就是在平常打大逃杀积分与团队竞技模式时，必须要有一定的精准度，更何况是在极高强度的比赛场上，枪法如果不够精准，或是稍不留意，存活率就会大大降低。而如果枪法把握度还可以，但枪线位置没有办法掩护队友，甚至拖累队友的话，也是没有办法配合队伍整体行动的。那在比赛中就会连自己的枪线位置都照顾不好，这样是无法配合队伍行动参战的。可能你露头离开掩体的那一秒钟要跟敌人交火，但对方的枪法比你好，你的存活率就会大大降低。2. 身法。身法的部分就是因人而异，在绝地求生 N 中有非常多的身法大佬，依靠着上一集的高级玩家训练篇所提到过的腰射、蹲射、拜佛射击等身法，就可以在对枪时的存活率大大提高。你在开火时的 open 时间，可能就会被拉枪线的身法大佬刷得团团转，大几率就会造成你不仅没有击杀他，甚至还有极大可能会被侧翼枪线的敌人击杀的状况。3. 手雷准度。关于手雷准度，我个人与其他选手都一致认为这是非常吃手感的，所以各个选手在暖身前大多都会到训练场去训练手雷的手感。4. 稳定度。所谓的稳定度，即是在比赛中的稳定度，这通常是经验累积而来的，或是你天生具备，不会紧张与能够发挥平时练习水准的程度。但电竞比赛中千变万化，随时各个队伍都有可能改变战术，所以在面对困难时能够处乱不惊，稳定的处理所面对到的问题，那就可以维持一定的水准。5. 基本地图观。要想进入电竞比赛担任职业选手，就必须熟悉地图。求生者们必须要了解每一张地图的特点与跳点等等，并且需要熟悉在每一个城区的建筑物、山区等等常有敌人布局火力的位置，在打城战或者各种近远距离的对枪，能够利用着哪些的掩体与障碍物，这些都是判断战术上实施非常重要的一环。以绝地海岛为例，你首先需判断各个队伍的跳点与位置。若有人想跟你抢夺城区，那你就必须马上去判断战术的实施，是要打落地架呢，还是先搜寻物资不跟其他队伍强碰呢，或是直接找车转移地点呢？这都是需要先了解地图才能马上判断的。6. 基本术语与报位。基本术语就是指上面提到的拉枪线、拜佛、丢雷、crossfire 等等，必须要了解游戏中大部分团队的术语，才能更快熟悉与进入团队中。除了有上述这些基本需具备的能力，还必须要建立团队沟通的方式，例如地图中绝地海岛的基本建筑与跳点报位。若我想要让团队落点在地图上的 Pochinki 的最右边的中间建筑物，那我就会说 P 城尖端中洞，这样就可以省下了大量的沟通时间了。最后，各位求生者如果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下方留言区告诉我们。感谢各位求生者的收看，我是训练营教官瓜肉，我们下次再见咯。